好的，来自抓住机会，把破绽跑了，中国抗日奇侠横空出世，只要遇到日本人，绝对不会有丝毫的留手，重拳让日本拳王飞出擂台，看呆现场裁判。我们掌声有请来自日本的东本洋贵。那好的，观众朋友们，今天是一场精彩绝伦的中日大战，日本拳王东本洋贵来中国踢馆。那这个小日本子是真的不死心呐，来中国3战3败，但是还想继续。他在媒体面前表示，最大的梦想就是在中国赢一场比赛。即将登场的红方曾经战胜多位日本的搏击高手，当前的战绩27胜7负7次 KO 对手。我们掌声有请来自中国的王志伟。那今天迎战东本洋贵的就是眼前的中国小将王志伟，他是打日本人下手最狠的人之一。和他对战的小日本子，要么断胳膊断腿，要么就血流成河。那现在我们话不多说，比赛已经正式开始。我们看到红方选手红色短裤就是咱们的中国小将王志伟，另一边的这个小日本子蓝方选手就是东本洋贵。我们看到开场之后，哎呦，这小日本子是被踢裆了，那可能是他这个身高不够啊，王志伟的一脚就踢偏了。这个小日本子确实是属于是开局不顺呐。那在稍作调整之后啊，现在这个小日本子已经没有什么事儿了，比赛现在继续。看一下王志伟能用几个回合解决掉这个3战3败的东本洋贵。两个共同的对手都是这个我们的泰斗，在王志伟也 KO 过泰斗，我们的东本洋贵也 TKO 过泰斗，非常重，后中朝，哇，两个人都硬碰硬的，紧张起来，是。那东本洋贵的拳法很重，要小心一点，而且是反架的。然后呢，我们东本洋贵还有上下2段的一个后扫踢，所以呢，你不容易判断。刚才的后中，那看到王志伟的这个出拳打的还是非常猛的一直是压制着这个东本洋贵在打。那虽然说这个东本洋贵在中国是3战3败，但是在他的本土在日本打的还是非常的强的，击败过不少的顶尖选手，但是来到中国就被打得非常的惨。那不知道这场比赛的结果到底会是如何，让我们期待一下王志伟下一步会采取什么样的打法。王志伟还要灵活起来，是转身并拳，但是刚好被躲掉了，是太可惜了。其实可以多做一做，是。那王志伟还有好几招了，好，转身边拳，好的，给迎击。这迎击打得很准啊！王志伟一个挑衅，你来呀，你来呀！其实他的后之前已经在等好了，是打得这是一个陷阱。对方力量蛮大，对方力量蛮大，是他每天都在做那深蹲这些力量训练的。王志伟想打迎击，对方是做防反，两个人斗智。是，那两名选手的这个个头和身材其实都是差不多只是这个小日本子这个脑袋像被炮弹轰了一样，所以显得高一些。那现在王志伟也是没有太着急，没有去拼了命的进攻，也是想去试探一下这个小日本子这一次来会不会留了什么底牌。这一下顶膝，小日本子估计被打懵了，是全接膝，对，而且膝的路线非常的多对方报价下来了，有漏洞了，其实。对，可以注意迎击，转身，其实可以跟个后边拳嘛。是他以前会跟的。故意要玩他，故意来。我的天哪！一拳下去，小日本子直接被撂倒了。王志伟的这一拳出拳还是非常的迅速的，而且我们看到王志伟其实并没有太把这个小日本子当回事儿。打的还是比较轻松现在比赛继续，王志伟现在打算乘胜追击，连续重拳，小日本子要招架不住了。疯狂进攻，这一下小日本子直接被打直了，差一点就摔出了擂台这场比赛王志伟在第一个回合就打得这么精彩，直接解决掉了东本洋贵。那这个小日本子这一次属于是4战4败了确实是非常的丢脸。那毕竟王志伟解决这个小日本子解决的实在是太快了让我们来看一下慢动作的精彩回放。他发了2个陷阱，让对方故意跳进来，是不是
对，开始变得有点奸诈，是吧？对对，这太好，这就是变得成熟了嘛。是是，这就是年轻选手进步的地方。就是纯技术、纯力量的话，对方可能跟他差不多，但是呢，他玩心理战了，是啊，赢得太漂亮了。这个令人非常值得再看的比赛。尤其各位要去揣摩一下这个王志伟他的一个心理战。是啊，哇，堪称今天的最漂亮的一场比赛。尤其是王志伟在顶着对方让对方来打自己的时候，太妙了，对，太妙了，对。我回去这场比赛我也要好好再看几次了。这些招他在馆里面有用过吗？是挑衅这些？其实我觉得是一种自信的表现。对，就是打时间久了，然后我就很自信了嘛。啊，我可以做随意任意的去做任何动作，挑衅的动作也。现在宣布比赛结果，比赛进行到第1局2分。好的，那这场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最后，咱们的王志伟也是轻轻松松 KO 掉了东本央贵。那让我们恭喜王志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这次的比赛真的是非常艰辛。我们出国比赛可能只能尽量来适应国外的规则，国外的 special 规则。以后出国比赛的这些师弟们，希望你们一定要好好保护好自己。邱建良冲过去了，压过来，吊下呀！这一下应该动摇。好，邱建良应该不会放过这个机会，继续，好了，击倒，漂亮！这场比赛，邱建良遭到了极大的不公待遇，不仅被吹了黑哨，而且还有人说邱建良是遭到了威胁。比赛中，邱建良大力挥拳，打到老外狼狈不堪，并且多次击倒在地，但结果却是被裁判判平。虽然结果不公，但是邱建良也只能被迫加赛一局。那现在我们就话不多说，马上来到今天的比赛。那场上红方选手红色拳套就是咱们的坦克邱建良，另一边黑色拳套的就是艾哈迈德伊斯梅尔。那这个伊斯梅尔是埃及的王子，所以说他打的比赛基本上全是赢没有输，就连现场的裁判呢都会去偏袒这个伊斯梅尔。那这场比赛就让我们来期待一下邱建良会带来怎样精彩的表现。自己的节奏，对。右侧的移动又进入了邱建良的这个典型移动的环节，不过对方依然是典型的埃及式的进攻方式，拳法的大规模的速攻，对，漂亮，直下打上的一记扫踢，哎呦，这个真的是啊！实话说啊，邱建良这种挂腿的扫踢并没有太多击倒过的，但是呢，我觉得这个能给对方心理上造成一个巨大的、特别大的影响，就是有一种冷不防被对方的这个突施冷箭给打了这么一下，没错，就是对对方心理建设是一个。那可以看到邱建良的这个打法呀，还是比较谨慎的，毕竟这场比赛是客场作战，所以说一定要先摸清对手是一个什么样的打法，什么样的拳路。那可以看到这个伊斯梅尔啊，胳膊长腿长个子也很高，所以说在打远距离上他是更占优势啊。邱建良一定要小心呐，这个鞭腿。你看，假设啊，我们这个有时候总爱拿游戏跟大家来比较，就有的运动员是攻高，有的运动员是防高，邱建良是属于这个智力特别高，对啊。这个伊斯梅尔的爆发力还是非常不错，小心对方的这种进攻，对，而且对手很年轻啊，这个刚刚21岁，这个有时候会冷不丁的来一次重击啊，对，所以说你预判的是这个大少壮嘛，那他的这个肌肉力量啊、反应速度啊，这个一定是在一个这个相对很好的一个状态，是。而且呢，这个在身高臂展上两个人是差不太多，但是呢，这个身高，你看邱建良1.74米，伊斯梅尔1.75米，但是呢，伊斯梅尔的臂展1.76米，这个是要这个数据上是好一些。没错。荣耀的这几位明星选手呢，邱建良更多的是用对方的心理去压制对方，对，魏睿更多的是用这个场上的这个腿法的控制范围，我们说的扇形进攻。对，铁云华更多的是用自己的实体身体去物理挤压对方。对啊，然后邓泽奇呢更多选直线。
好的，现在第一回合比赛已经正式结束。那这场比赛其实并没有拉开太大的差距啊，因为这个双方选手打的都是比较谨慎。那让我们期待一下，在第2回合邱建良会带来怎样精彩的表现。然后在这个下盘进攻上最出色的地方就是在于他进攻中啊，不停的去踢对方的脚踝、脚跟儿，打乱对方的这个站桩的这个姿势，从而破坏对方的平衡。好的，现在第2回合比赛已经正式开始。那不知道这一回合邱建良会采取什么样的打法呀？那第一回合基本上已经摸清了这个伊斯梅尔是一个什么样的拳法。哎呦，居然是这个伊斯梅尔率先进攻。那在邱建良防守的同时啊，也要注意这个进攻的频率。黑尔是选择了直接蹦起来啊，在空中出拳啊，这个非常规性的进攻方式。这也邱建良直接跳起来，但是对方是低了一下头，邱建良是扶住了绳圈，把对方压倒。但是其实这个真的就说是擂台啊，我觉得还是有待完善一些。这个外面留的这个空间确实有点太窄了，有一点危险。左右的移动，两人的这个反应非常快。本次来到埃及的选手的爆发力还是都非常不错。对。这个我们在进入营地以后，因为我们进入这个空军的住所以后呢，是不太能到处参观的，我们也并不知道这些选手的训练的过程。那给我们的感觉就是这些选手的这个爆发力都十足，而且不太怕拳。对，上来之后，其实刚才这个严梦老师也说，这个是典型的这个打法，所以我们也不能说以偏概全，说所有一边都是这个氛围。今天是争吵的，这真的大概的。好的，可以看到现在邱建良是有一些进攻，但是这个伊斯梅尔啊是打算去近身搂抱，他并不想和邱建良去正面拼拳，他也是知道邱建良的实力啊，所以说邱建良现在只能是出奇制胜来击败对手。而且我们还看到了很多现在啊，这个可能我们认为就加引号的过时的那种打法，在他们身上拿来，并且实践效果还是很好用的。我们习惯了比较完善的、成熟的这种格斗体系内功，一旦进入这种相对发挥比较自由的啊，甚至说有一些小小的技术空档这样的风格，我们反而不适应。对，因为他如果有空档啊，他相对于证明另外的其他的这个在长处方面，他必须要再更加的加大。对。或者在这些空档上加上一些非常规的动作。对。哎呦，这个刚才小天啊，这种连续的摆拳加扫踢，这个就想想，这个你不地道啊，你也不按套路出牌啊。的确打法比较非常规，对于邱建良的解读好像也产生了一些小小的问题。对，这得。对方的一次重击击中了邱建良，是。邱建良来啊，表现说我。好的，现在第2回合比赛已经结束了。那这回合邱建良是拿下了一个相对来说比较大的优势啊。那现在让我们期待一下第3回合邱建良会采取什么样的打法，会带来怎样精彩的表现。还是这个挺有这个场上表现欲的啊，特别愿意用脚出脚是。一般来说，我们的裁判会愿意用身体啊，是隔开2位选手。这个裁判可能，也是属于表演型裁判啊，找机会拿下。好的，现在我们来到了今天的第3回合。那这场比赛对于双方来说都是非常的重要。那邱建良也是拿出了全部的实力。我们看到这回合明显是邱建良的进攻更加的猛烈，这个重拳非常的漂亮。转身后摆腿。这个真是幸亏的，很多都得益于邱建良的这个辛苦的训练啊，他有些下意识的动作帮助自己保护了自己。再抡，中了一脚，这一脚挡住了。其实啊，这个对于这种比赛啊，这个邱建良的这个心理压力啊，可能这个
承担的要更大一些。哦，漂亮！一个非常低的蹲位的这个摇闪，真的就是不按套路打呀。这对于像伊斯梅尔这样的年轻的这个选手来说，不丢人。打赢了这个可是。那在邱建良的连续重拳之下，这个伊斯梅尔已经是有一些快要招架不住了。一拳撂倒，躺在地上缓了半天，甚至是这个伊斯梅尔已经有一些打晃了。邱建良越放松，打的也就越猛。看一下这回合能否解决掉这个伊斯梅尔。伊斯梅尔现在有一点乱打，你这放飞自我了，但是啊，对，我已经完全不看邱建良的反应了。但这是很危险的。邱建良的终结能力也是非常不错的。虽然他并不是以重击著称的选手。对，而且最后这一回合这打的确实是有点乱。你说前裁判直接赌打的还是非常不错的，还是不错的啊。邱建良再次冲过来，拉出来2次、3次上勾顶膝。你看，这个把身体重量都抛出去，全抡出去了啊！这个脚下有点没滑啊，对，软。再中一拳，这拳很重。好的，现在第3回合比赛结束了。这回合邱建良是多次击倒了这个伊斯梅尔，拿到了一个相当大的优势。那让我们来看一下现场裁判的判决结果。我的天！那确实没有想到啊，在这场比赛结束之后，竟然是邱建良被判了平局。那连续进攻明显是看到伊斯梅尔快要招架不住了，但是裁判竟然判了平局，非常的不可思议啊。那这场比赛的判决结果一定是会影响到了邱建良的心态，但是没有办法，只能是加赛一局。那看一下邱建良在这最后一个回合能否解决掉伊斯梅尔。在当中打成平局啊，对，这已经是可以出去啊吹一阵子的了，吹一辈子咱不说啊，可以吹一阵子了。邱建良有些急了，我觉得心态有些焦躁。对，应该还是这个情绪上有一些受影响。是，没错，这个摔法是没意义的。无论对谁来说都是一样。后手抡，再次左右移动，邱建良伸脚。哎呦呵，对方做了一个下箍颈的这样一个动作，而且持续了比较长的一段时间。裁判警告了。对，这也能看出来，伊斯梅尔确实也没有太好的这个办法了。邱建良的那次打后脑也没有必要。后手拳，后手摆拳，再抡，这有点像这个复制对手啊，这个以彼之道还彼之身。对，后手2。看到这回合，邱建良明显是生气了啊，连续重拳，又一次击倒了伊斯梅尔。那这场比赛在这一回合的这个结果啊，已经是非常的明显了。如果说再判平局，那邱建良一定是要发火的呀。感觉他可能没有做好这个4回准备。对，你看这几下都是又再次倒地，裁判直接读秒了。因为太消极了吗？我刚才并没有看到进攻。我是认为他这个整个把身体抡出去之后，然后顺势倒地啊。可能有借这个机会喘息的这个是一个非常明显的喘息的缓解的这个小伎俩吧。对，过去了，压过来，挑衅，哎呀，这一下应该读秒，并没有，没有啊，并没有。但刚才那一下，我觉得再跳，伊斯梅尔的体能到极限，转身的后摆，漂亮。裁判再读秒，那这就没有什么悬念，没有任何打的悬念了。对，绰非伊斯梅尔直接把邱建良给 K 掉。时间也不多了。哎呦，这真是强弩之末了，很典型的这个动作啊。
那好的，现在比赛已经结束了。那这一场比赛的结果毋庸置疑，胜利属于邱建良。那这场比赛到这里就结束了，观众朋友们，让我们下一期再见。